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to stay. 我们今天要讲一下 CNT 在干嘛，就是世界大陆营有关 CNT。我相信很多伙伴也比较好奇世界大陆营的一些事情，但我就从这件事开始讲起好了。那个对岸呢，因为它是一个经过一系列自称民主的过程，决定了强人政治的一个政体嘛。然后它当然有一个老大哥很像的，就是苏联，只是后来苏联解体了。好，那我相信线上有很多伙伴实际上应该都有经历过苏联解体那阵子的新闻。哦，那大家知道那个苏联在之前有发生一个叫做那个史达林大清洗这件事情，知道的请帮我按赞。好，都不知道。好，但大部分人都是在电脑前嘛，对不对？那我们一起现在搜寻史达林大清洗这个历史事件。好，那个史达林大清洗呢，它是发生在这个1936年到1938年左右的一场政治风暴。那事实上，他就是那个史达林年纪大的，以后很害怕自己的位置被拿走，以及被斗争，所以他就率先发动了。所以呢，他就把大部分的将军们，然后好像那时候苏联有5个元帅嘛，然后他就把3个抓来砍头了。然后中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中将啊、少将啊，然后整个军官啊，光是军官、高阶军官好像就有接近4万人被给枪毙。OK， 然后被下野的、被赶出去的、被退休的也更多。那这件事呢，后来这样子就造成一个政治上很大的挑战，就是没有人敢挑战斯大林的权威。哦，所以呢，他身边的人呢，从提出谏言转变成提出老板想听的话，因为很怕就是被扣一个帽子，说你有不同的意见啊，你是不是试图显示我的无能啊，或者是你是不是试图想要建立2号人物的形象啊等等，就是他是不允许有。整个组织内除了他是老大之外，不允许有2号人物，可以有一大票的4号人物，但2号人物、3号人物是不准有的。OK， 好，那当然这个他后来也自己因为这样子，也就死掉了，因为他这样子让大家都不敢做决定，一切都是往上报，就是你说的都是对的，然后你没做决定的时候，我都不做决定，所以他的医疗团队、医生团队也是这样子，哦，所以。他最后就没有一个很好的医疗措施，死得很惨。不过我们不是要讲斯大林的一生，我要讲的是影响到苏联另外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在那个斯大林大清洗之后没有几年呢，就发生了那个冬季战争。冬季战争是那个苏联跑去在1939年，刚刚是到1938年嘛，那1939年呢，那个苏联入侵芬兰，哦，然后。大家知道冬季战争的请按烟花这个有听过的，请按烟花，谢谢。我再偷吃一个。好，很什么人？那个冬季战争呢，就是苏联他想要借由北欧，然后从芬兰，然后进入欧洲大陆的北部地区以及危及英国的地方，这样子。那但他到芬兰的时候呢，他就遇到第一个就是很大片的森林以及冰天雪地，可能还有零下20度、30度的环境。OK， 所以他们就通道就很小，所以他们就是一字长蛇阵，有4万多人哦，4万多人，对上芬兰的1万人左右，然后就开打。但是芬兰当然就是采用也没有坦克嘛，所以他们就采用游击的方式，然后躲在森林里。那苏联是用一字长蛇阵，就是往前途径都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但当这个补给接近临界点的时候呢，芬兰就用突击的方式呢，把苏联的军队切成一块一块一块。苏联事实上它是有
有经验的高阶将领在前几年被大清洗都洗掉了，然后他事实上是有中阶军官是有脑的哦，就提出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怎么做？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撤退啊？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换一个地方集结啊？但是呢，他的高阶军官就说，不行，这绝对是找麻烦，所以他们发电报回去莫斯科问斯大林该怎么办。在这样子一来一回过程中，他们就错失了非常多的时机跟解决方案，有好的解决方案，但是因为要符合上意，显示这个皇上永远是对的，所以呢，他们就错失了很好的这个应变的时间。那么莫斯科也没有丢着不管哦，莫斯科发现不行了，就派了另外一队人呢，好像也是2万多人跑去救援这个队伍。结果呢，这个2万多人也去了，然后也犯了一模一样的错误呢，也完全无法变通这件事情。所以呢，这后来去救援的这2万多人呢，也就在里面也嗝屁了，所以死得非常的惨烈。OK， 所以在打了1年多以后，然后芬兰最后是有割让一些领土出去，但是虽然他损失了部分的领土，他10% 11% 的领土，但是他保有了主权，然后赢得了国际声望因为他们的那个战损比差异非常非常的大对不起，我有几个数字我更新一下那个我刚刚讲错了，那个应该是说不是4万人，是芬兰的参战人数呢，大概是我看一下芬兰的总伤亡人数大概是7万人，但苏联的总伤亡人数是32万人，维基百科写的然后有2万多人阵亡，芬兰有2万多人阵亡，但是苏联有12万6千人阵亡在兵力悬殊差异很大，然后战车数量差异很大的情况下，却得到了一个很丰硕的战果，所以芬兰得到了国际声望。好，那大家想说这跟 CMT 有什么毛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还挺有关系的，就是在大陆营的这个环境啊，一定会有很多事情是突发状况，然后而且跟当初设想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会需要很多能够在第一线就随机应变处理掉的人。至于资源不是问题，因为第一线伙伴没有的资源，总团部大概也没有这个资源。因为我指的是说 CMT 的第一线处理事情的人跟总团长一样，我们的拥有的资源量实际上是差不多的。事实上是差不多的。雅婷贴了一个什么？我看一下你刚刚说的故事。对，哇，超棒啊！对，就是肖尚农啊，哇，我知道他写的比我好多了。大家有空自己看一看这个，那很好，就不用讲，大家就知道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所以呢，反正我就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很能够快速应变的 CMT。那 CMT 扁平化，很多大型的组织都会要求扁平化嘛，它的组织图。那扁平化它除了加快这个反应速度跟流程，就它不用签合很多层，它不用公文旅行，但是它的问题还是它是在上级做决定，只是它把它拆分的比较细，分层负责啦，或者是说尽量让决策跟第一线的人距离不要那么长，但是它还是上级做决策。为什么上级做决策，下面不想做决策？下面不一定不想做决策但他不想负责任。OK， 那但是我们这种志工组织没有钱啊，没有钱，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或许可以换一个方式来思考，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塑造那个环境，然后跟怎么样的组织可以很快的让大家都可以参与做决定。OK， 所以呢，所以我们这一次采用了一个不太一样的组织，然后分享一下我的画面哦。好，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的 CMT 的组织是长这个样子的，它是一个同心圆的概念。所以我们各组里面实际上目前也大部分都没有明确的组长人选
大家都是协作的，所以就像一般公司里面，它的组织图除了稽核的必要、权利、业务的必要之外，责任的必要之外，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需要分工。所以我就想了一个，我觉得对分工比较有弹性，而且可以让大家有空间的组织方式，所以它长这个样子。所以这是我们的分组，有行政单位啦、观光大使啊、媒体啊、后勤啊、国家展览馆啊，还有 IST 的 leader。不过我们现在 IST 改名了，这是一份比较旧的。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的协助单位，就是 CST 这样子。CST 是这一次在大型的代表团里面很常见的组织，在台湾这是第一次引进，就有很多人他事实上可以帮上很多忙，包括顾问，但他们在现场碍于年纪、碍于体力、碍于语言，他们可能没办法在第一线打仗，但是他还是很有经验啊，也很乐于协助啊，所以那他就不用担任 CMT 嘛，他就不用占这个名额。比如要扛电线的时候，要搬木箱的时候，也不需要他，那事实上他就不需要用 CMT 的名额所以我们邀请很多 CST。或者是有一些 CST 是他觉得很多活动他想去那一组，但是他愿意协助总团部行前跟会后的事情。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左边是一个很传统的组织，金字塔型的组织，那它里面可能会有一点官僚主义啊，就我们刚刚说的一些权责，然后往上送啊等等。那右边就比较像是我心目中觉得符合童军，因为每个人都志工，然后每个人都很有热忱，所以重点我们是把分工分好。所以上也有些伙伴问我说：“你的组织图超奇怪的，或到底谁负责？到底谁负责的？”所以我后来就跟他说 ：“OK， 那反正大家做，但是我负责。但是你做什么大题不用问过我啦。但是他们都还是很客气，都有问过我。但为什么我觉得大题不用问过我嘞？因为在大陆营的环境中，要很快的做出执行的决策，然后追求短中期的最佳解。所以只要短期的问题能解决就好。至于长期的目标，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担心那个长期的目标会短期的不一定完全贴合长期的目标，因为这需要一点视野，需要一些资源的盘点，人力啊、金钱啊、时间啊的盘点。所以那很多东西在大陆营当下，你不需要去追求长期的最佳解，你追求短期的最佳解就好了。你不用担心长期的方向被短期带歪，因为那件事解决就解决了。所以我们要舍弃这个庞大的传统组织跟官僚主义，然后集中式的决策无法实现这些问题。然后而且有可能很多任务是随机要2-3个组去协同的，但在企业中就常常会，比如说好，我们假设现在要盖一个厂，然后就会好找业务部门来说，你做你的业绩预估啊，然后做生产部门说你来做你的生产排程，你是不是超过你现在的规划产能，所以要盖厂。找财务部门来算这个 IRR， 来做投资的评估啊，或者是资金效益的评估啊等等。那这些人呢，他们没办法直接做，他们都得叫他们的主管出来做。然后他们的主管呢，最后再全部在总经理成立的一个专案来做，所以就会发现大部分的专案呢，最后就是那几个部门主管加总经理，那总经理加这几个部门主管就累死了，就是超多事情，并没有办法有效分散下去嘛。但所以我就想要避免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可以随时因这个任务组成一个任务小队，然后就他搞定这件事情，这就是解散这样子。但是这个蛮难的，他必须要有能力解决才有办法分摊，所以找的人就不能太差。那所谓的差是指说他可能没有那么有经验，他可能超有热忱，因为童军伙伴都很有热忱嘛，但是很多童军伙伴对于组织或者是对于经营，对于什么就是很没有经验所以我觉得这种活动要找1200人嘛，所以要找即战力，要找对于这件事有经验的人，或者是他哪怕不是职业是做这个，他对这个也做过超多次，会比较安全一点所以最接近现场的人，他最适合了解来制定解决方案，这是我们 CMT 的想法。OK， 但是他就变成说，你在第一线的人啊，你就比如说你财务就不能只管财务的事情啊，你要对每件事情都要有基本的了解
你这是后勤的人，你也不能只管物资，你对于各组的状况你都有基本的了解，人家来找你讨论的时候，你才能够立刻接上手，或是立刻提供有用的建议。所以蛮吃人力资源的品质。OK， 好，所以就是我们 CMT， 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呢？资讯的透明与对称，然后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轻松的获得讯息。因为很多组织或是很多主管，他是透过资讯不对称来创造自身的优势的。或者是我很惊讶，是我很有经验，所以我必须我在这里我知道这个有录影，我也有，然后未来也会放网络上，但我要适度的谈一下，就是说那个3颗木章、4颗木章啊，在举办的时候，或者是2颗木章啊，会有所谓的天书，然后是不给学员看的，然后你也不能越级看的。然后但我有幸也跟听过一些长辈们分享，那个内容听起来有点像3科，它就是很初阶的企管经营课程啦。所以以现在的学习的效率来说，我觉得这是也许有值得改善或讨论的空间的。尤其是现在如果找一些社会贤达或是在职场上班的人，很多人对于这些东西早就无法满足他的需求，甚至很多人有更多的实务经验。OK， 然后回来就是说，我们要让整个组织可以有轻松的获得讯息，然后你至少要给他那个环境，那他有没有吃进去，那就是看个人的造化。那他自己吃的越多越齐全，他当然就可以堆出越棒越平衡的解决方案。然后要感到安全被接受，然后可以犯错的。因为毕竟大家是志工，然后只要确定他有尽力，然后他不要因为怕被砍头、怕被史达林的威严而下退。所以这个是我当初我们在讨论跟设计这组织的想法，然后尽力的扁平化，然后每个人掌握，对于价值观、愿景和策略都有清晰、明确且可行这样子。所以我们第一次的会议上花了蛮多时间在讨论我们到底要干嘛。过去有些东西做不错，然后有些东西做的比较少，那我们要去做，这次重点要放在什么，或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像之前的 IST 分团长，他就已经超忙了，你还叫分团长，根本就无法帮 IST 解决问题嘛。所以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这次有设定了一些问题，就我们这次要解决一些问题。因为我们不可能全部都一次变成英国团或美国团，就是有资源、有规律，然后有很多的玩法，我们就先锁定几个我们觉得目前最必要的，然后我们就做做看。然后还有就是不要把怨气抱在肚子里，那个抱打错了，是那个抱那个叫什么抱？怀抱的抱。就是不可抱怨，不可抱怨的意思是不可以把怨气抱在肚子里，所以有事要让大家可以讲出来。这就是我们 CMT 的这一次的组成。好，那先暂时到这为止，我这张图先留着，有没有人想要问我问题呢？没有人问问题，我就只能吃1颗。好哦，好，在场的伙伴尽量提问。好，没关系，那我相信刚刚这个，好，请说。自回请请说，谢谢你让我多吃2颗。我是对这个图还蛮好奇的，这个是汪团长自己想出来的吗？还是说是参考的什么样的就是领导或者是什么组织，或者像刚刚讲的企管的一些model 吗？以上是我的问题，谢谢。我回来，谢谢。它有个关键字，当然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东西，绝对不是我自己画出来的。那个这十来年蛮流行的，在企管这个领域有一个叫做敏捷性组织。大家一起上网估敏捷性组织，敏捷式组织。
好，有真的有上网估吗？停止分享，解释组织。大家有看到吗？看到这个？哦，谢谢。对啊，事实上是从这个概念来的去中心化与授权啊，然后赋予小团队决策权利，任务导向。我不是什么大师，所以我只是觉得这东西好像可以解决我们一些问题，所以我就拿来试试看这样子。那刚好因为童军的这个组织，它的权责不对等，大家都觉得那个 CNT 有很大的权利，但实际上 CNT 有很大的规范跟限制。第一个资源很有限，第二个它上就要几乎每届 CNT 都被人家骂嘛，所以他们事实上是权责不一定是很平衡的，而且 CNT 也全部都自己出钱，也没拿什么好处的。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大部分都是这样。那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要如何来让 CNT 的人能安心？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一次 CNT 是用公开甄选的，所以让大家可以安心的实现我心中的梦想，然后一起为大家服务。所以我要如何让大家愿意？所以总是得画个饼嘛，对不对？然后要提点愿景嘛，那当然就要想办法让大家觉得好像真的可以达成嘛。然后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觉得身为一个比较具有一点点规模的领导者，你不能什么事都自己来，然后什么事都是要自己过目或拍板。OK， 那这样子会自己很累，而且你上并没有发挥团队的效益，其他人都只是变成执行的，而不是思想上的帮手，而只是执行上的帮手。我觉得这个是人力有时而尽。所以我觉得如何塑造那个环境是重要的，所以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有，谢谢。然后我想要给团长一个回馈，我觉得资讯透明这件事挺好的，因为它可以建立信任感。就是说，如果说人那么多的情况之下，那如果说资讯不对等，难免会造成一些误解，所以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谢谢。是，而且我想，因为我自己也是总会的监事，站在长远的立场，就是说，我们下一次的 CMT 谁要负责？我们一定要培养一个梯队或者是一群人，他尽可能全面的去了解 CMT 在干嘛。那至少这一次的20几个人，他们就是远比以前就有更多人了解整个 CMT 在干嘛。这样子，那我今天会愿意开这个尬聊，就是也让更多人知道 CMT 在干嘛这样子。OK， 谢谢你的回馈。然后，那当然 CMT 内部的资讯透明，我们也尽可能对所有的 IST 或是分团来资讯透明，甚至下到这个家长们哦。那只是呢，以我们目前的点击率来看呢，这件事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目前看起来，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有来追踪我们的粉专或是点击我们的网站，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继续努力的地方。OK， 那大家我觉得有张图很适合跟大家分享，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在那个总干事会议报告的东西。大家有看到我们的其中的倒数第2个，就是过去呢，我们是总团部到，然后总会发文到县市会，县市会跟分团长以及原团团长讲，然后团长，然后家长，所以这就很长嘛，对不对？但我们现在什么都丢在网站上，就是现在就是总团部，然后东西就是家长、伙伴、各级童军会、全国服务员同步，那就有。就大概没有什么资讯落差，但是这个事实上会对各分团团长或者是童军会是有一点点压力的他们省了很多事，少了发文，少了联络，少了帮忙收钱。但反过来说，你一个家长从网站上看到一堆东西，然后就去问分团长为什么你都没做教育训练的时候，分团长会不会有压力？事实上是会有压力的。那个县市干事们。各县市干事们会不会有压力？会有压力的，他没有理由不知道，因为东西都在那了。
所以事实上这种改变也是蛮挑战人的啦。不过这些事情就是反正就是总团长应该要概括承受，那我就避免让其他的伙伴会受到这种波及这样子。OK， 那我不是说我很厉害，我想要说的是说很多改变它都有意外的阻力这样子。当县市统军会发现自己不用收钱的时候，他就觉得超棒的，总团部表现很好，谢谢。但是当县市统军会被县市统军会的理事长们问说，我们基隆去多少人？我们桃园去多少人？我们去多少人的时候，他不知道，因为总会没有发文给他，但网络上都有，或是我们在通告里面都有类似的讯息，所以那他就必须就等于东西丢出来了，你不能不吃啦，或你不能不看，或是你至少要知道去哪里找那这个会有点挑战，所以我也因为是在转型的过程嘛，所以我就也在总干事会议或者是跟很多的分团长说没关系，这就像有点像 open book 一样，那你有需要你打电话问我，我告诉你大概，然后你要细节你可以去哪里看这样子。OK， 好，那我们来回到这个，我们来看看就是 CMT 在干嘛呢？行政单位呢，它就是要，我们这一次是自己对账的，然后自己建立名单子，就没有再透过总会，因为实际上总会的干事们很忙，然后有非常多的例行业务然后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自己做的。那我们利用这个虚拟账户，然后电子表单来优化这个流程所以也大幅的缩短作业的时间。我们就每天捞出来比对一次，然后再就是在网络上看谁没有收到信再寄一次这样子。好，那么我想要特别讲的是，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安全组嘛，对不对？安全在哪里？观光大使没有？咦？后勤国家展览馆，这里面漏了上还有一组很重要的组，就是安全组。我们实际上这一次有一位专业的资深的护理师，而且参与很多国际服务。那我们有一位医师，这位医师呢，他是小儿科，然后也过去参与这个国家体育各种体育竞技的代表队的随队医生，所以他是有这个出国服务的经验。然后我们在台湾也有一位医生帮我们留守以及协助我们规划。但他们要规划什么？他们要规划，比如说这种活动什么东西高风险比如说波兰就有提醒说，他们在夏季可能会有什么，南部可能会有什么传染病，所以你去旅游的话有什么风险？结果那个东西在台湾的疫苗就很少，一年可能3000剂而已所以他们就发文到卫福部去看一下安全组，他们就发文去卫福部啊，然后开始联系，然后找台大的家医科、台大的旅游门诊等等去设想了很多情境。那我们要推荐给我们的分团长要什么样的讯息，或建议他要打什么？比如说 A 肝是超级建议要打的，因为大家一起吃大锅饭嘛然后像2015的时候有人因为日本脑炎嘛等等，他们会去做这样的评估，然后最后给一些建议，这是一个。但是呢，这个东西很复杂的原因是，我们后来经过详细的评估，他们发现，没有波兰流行什么并不重要，因为那个场合5万人，然后来自于100多个国家地区，所以什么病都带来了，所以波兰流行什么并不重要，所以还是得回头到自身的抵抗力跟我们到底做了哪些。风险最大的东西，这样子的防御措施，那这当然包括了隔离啊等等然后像之前也有发生过，就是那个有分团的小朋友不舒服，然后分团长觉得我是付钱的然后我也要去玩所以把小朋友丢到 CMT 来等等。我们这一次就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上大会是有一些规范跟有一些流程，然后包括 COVID-19 之后大家都很注意这个如果特殊状况的隔离式的安排这个是他们目前做规划。同时他们也向美国及日本的童军总会取经，说事实上很多风险应该是在事前调查
所以会有一个风险评量表，像美国之前就有要求，在韩国或是其他的世界大陆就没有要求。那我们这次会引进这个制度，那这个表格应该要如何设计呀，等等，这就是安全组在做的事情。所以他们事实上是事前的准备事情是很多的，而且是很多是牵涉到专业以及政府资源的，就是安全组在做这样子的事情。有关安全组有没有人要回馈或是问问题的吗？好，没有，所以大家都知道我只是想偷吃水饺。那我们就讲下一组，下一组那个媒体组，就是我们这次有弄了粉专嘛，弄了过去的媒体组可能都是在做新闻露出 ，OK， 但我们这次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思维，就是说像那个新闻露出啊，过去很多活动也是在拼新闻露出啊，不是没有效，但是那统计人口就是没有逆转嘛，然后我顺便调查一下，去年下半年最大的统军新闻是什么？请你把它打出来，打在那个留言板，或是没有人打。留言板右下角有一个留言板，去年最大统军新闻啊，好啦，到现在都没有人打，我知道大家都在 Google。那大家知道去年下半年办了这个亚太童军领袖会议，亚太童军领袖会议这个活动3年一次，亚洲区33个国家的童军领袖、教育领袖到台湾来开会。台湾争取到这个活动，上一次已经是36年前，这确实是一个具有意义的活动，而且是一个台湾的很长面子的活动，但是好，这样的活动它有新闻露出，但是它跟那个各团没什么关系呀。为什么？因为各团的人，大部分的孩子或大部分的服务员都没有参加这个活动，对不对？所以今天世界大陆营就算做了新闻露出，那个你没有参加世界大陆营的家庭家长，他也不会去看的啊，没什么效益。然后所以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说，让服务员以及家长的感受变好，对童军运动的发展可能比较有效益。OK， 所以呢，我们的媒体组他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所以他就是想说，我们来做很棒的网站。现在请大家那个拍拍手，针对那个庄雅婷伙伴，那个我要先取消我的雅婷，可以露个脸吗？雅婷呢？雅婷团长，不好意思露脸吗？雅婷没有。我刚刚在开摄影机，不好意思。OK， 像我们这次的网站呢，就是雅婷团长做的。Thank you， 大家赶快去追踪，快！做得很棒，谢谢。然后那个谢谢雅婷。那我们当然也有其他伙伴，其他我就先不介绍，因为雅婷刚好在线上。因为我们有追我们粉专的人就知道，我们有一系列介绍 CMT 给大家认识的系列，所以我就其他人不多做介绍。还有我们用粉专、用 IG， 因为我们发现这几个是不同的面向。如果你要详细的资讯，需要网站，但你需要给团长们，你需要 FB， 但是小孩的话，你可能需要 IG， 或甚至要更新潮的这个社群媒体。所以我们这次媒体组呢的重心就完全放在这上面，努力达到资讯透明，然后多介绍一些有趣的大陆营故事给大家。那这是媒体组这一次想要克服的痛点。OK， 那他们还包含了设计我们的代表团的识别标示啊，然后等等各式各样的周边小物的设计啊，都会是媒体组这边在进行的。OK， 谢谢雅婷。这个是我们的网站嘛，对不对？还没有点进去的可以赶快点进去哦。OK，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还有除了安全组、媒体组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观光大使。刚开始所有的 CMT 也都一头雾水，说到底什么是观光大使啊？我们不就是要去玩的吗？那谁是观光大使这样？然后呢，
我们后来把它定位是说，为我们这1200个人介绍什么是大露营，所以他是大露营的观光大使，为大家介绍什么是大露营的。因为大露营真的是一个很有趣但很复杂的活动，它有无处不在的小故事，跟那有很多孩子都没有去过，应该说孩子全部都没有去过，然后有些服务员有去过，有些没有。那去过的呢，可能也都是看到了大露营的几个面向，但不是很全面。所以观光大使这些主人呢，他们就是要为大家介绍什么是世界大露营，以及如何做准备。所以在上一次的第一次的这个分团长会议，就主要会是由他们来解决，然后来处理，并且他们就担任各个分团服务员的窗口。那他们也想了一个很棒的点子，就是他们觉得应该要促进参与率啊，所以他们就会去统计出席率啊、达成率啊，以及那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到你因此不能去参加世界大露营？不会啊，你该交的都有交，就不能去了啊，就是出发前。只是呢，用这个来也很快的可以看出，就是说哪些团长需要什么样的协助，哪些东西他可能比较做不来，那我们就去进行协助。最主要是这样子。那当然这个东西也会反映到奖章上面，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大部分的露营团的服务员都很 nice， 也很优秀，但也有极少数的就是去混，就是超混这样子。所以我还是要再次的提到，我曾经遇到有个团长，他们小孩跟我说，他们团长就是派一个小孩拿了10几本手册来叫我，然后我这边设一个站，他来我这边盖章。他们所有的都是这样子的，那团长也不管小孩，也不知道自己跑去哪里了，然后给这种很不好的示范啦，很没有童军精神。所以我觉得如何感谢到有在努力付出的团长是重要的，是必要的，然后不能让荣誉制度流于形式，不是你有带团你就有个银牛奖章，然后你是分团服务员就有一个营养奖章，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而是要回归到本质。好，所以呢，观光大使呢，他们呢就是为大家介绍这个什么是大露营，然后介绍各个国家，介绍还准备了一系列的行前训练的教材给大家参考。那这个目前是过去完全没有做过的事情，但是最吃重的，而且这个没有什么国外的东西能抄。我趁这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不起，9点42，我是不是原本只有半小时之一？今天晚上都是你的咯。没关系，反正我们还有下一次嘛。是的，我们还有很多场，我们空的时间我们都可以交给汪甫来这样子。你知道最大的挑战呢，就是我们想要做这样的教材，但是这仅是一个参考的教材。像英国他们是海选嘛，大家知道英国每次都派出4000人、3000人左右，就是接近人数的上限。然后他们国家可能是有2、3万人想要报世界大露营的，所以他们就是先办一个海选露营，然后他们的审查委员就去这里面看说，好，这一次150个小孩里面，我们挑这10个来参加世界大露营。他们是竞争非常激烈的所以他们来的小孩的本身的能力品质就都很不错然后他们很早，像这个时间点，美国啊、英国啊，很多分团都已经展开第1次的或第2次的分团露营训练了。OK， 所以呢，他们有他们的玩法嘛，我们学不来。那像荷兰的玩法是，我所有的小孩都打散到各团，比如说我北极星有10个孩子，他这10个孩子会被分到10个不同的团去，然后呢，他们的所有的分团呢的分团服务员都是总会去聘的，然后有经过一些甄选跟考核，所以他们可以高度的去执行他们总会安排的行前训练的意志，所以他们10个分团全部都是训练一模一样的东西。但举例了，他们不是只有10个分团，他们有10个分团全部都是用一样的教材，用一样的方式在训练，因为全部从分团长跟小孩都是在训练的，并且他们把所有人都打散之后呢，就可以避免这个小团体拉帮结党的情况产生，或者是这个分团里面有30个北极星，然后比如说五个好嘉义星光童军团，那嘉义的可能就压力就很大嘛，
他们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那就把它全部都打散，并且他认为说你应该要去交小朋友，你应该要跟人家交朋友，你可以趁机认识全国的伙伴。所以像有人是这样，那像加拿大也偏向这样，但他们的地域性比较强一点，因为加拿大太大，但是他们就说他们有超级多小朋友要报名，但他们没有足够的分团服务员，因为他们也是有经过一些筛选，所以台湾算蛮特殊的。台湾就是你想报，然后来得及报，然后有3项登记。台湾的目前筛选机制，3项登记，然后第二个是那时候说名额不够的时候，你过去在营队有不好的记录，或你有犯罪的记录的话 ，maybe 是优先汰除的名单。但这次我们后来因为一些的运作，全部的名额都拿到了嘛，所以是你只要有3项登记，你基本上就可以报名。所以我们这样子的团队更需要做详细的行前训练准备，但是也越难做，因为所有的服务员都是见过面看过名字但不认识，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带团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对于这一次他们花很多时间去准备，那同时他也上次跟大家见过面的雅倩也找了很多的他在教育相关单位或是一些民间社团法人的资源，之后会陆续揭露给大家。OK， 这个是观光大使的部分，所以像刚刚雅婷贴的那个啊，我们的那个粉专啊 ，FB， 大家可以现在一起点进去看一下。谢谢。好，大家有看到这个吗？这个是我们的代表团的嘛？所以大家有看到这是一个香港总监邀请台湾人，那同时他就会简单的介绍一下香港，所以因为我相信香港在台湾大部分的童军或是家长都很熟悉啦，但慢慢未来就会有很多，比如说什么以色列的啦，然后什么算了，对不起，有些国家名称太长了，我帮他录影，但是我忘记他国家的全名了比如什么库拉索啦，什么这些的，很多人不熟悉的国家，或者是知道那个国家但不知道那个国家的童军在干嘛的人呢，就可以有一个入门的认识。比如说像在韩国的话呢，他们就是有虎之国的这个，我这样是不是太小？大一点。就有虎之国的这个称号嘛，所以我们台湾是国花童军，美国是 Eagle Scout 嘛，那韩国就是 Tiger Scout，OK， 然后用老虎向世界展现他们的韩国文化精神 ，OK， 那韩国童军徽中间就是一颗老虎的头这样子 ，OK， 童军跟行义的最高阶段的荣誉 ，OK， 那韩国童军事实上他有办过第17届和第25届的世界大陆营，然后并且要在今年的8月举办韩国全国童军大陆营。然后过去台湾跟韩国跟日本是一起有推过筷子计划，就是3个拿筷子的国家到东南亚去做医疗服务跟协助。OK，anyway 呢，就是这些东西呢，让大家对于韩国童军有一个初步的认识。OK， 所以这个就是像这个，你看，就是要有人去录影啊，要有人剪片啊，然后要有人去撰稿啊。OK， 所以他们上透过这个东西来丰富大家对大陆营的期待跟想象，这样子。这个是谁的画面？编辑贴文是知影，是你的吗？2025粉专含金量超高哦，谢谢。然后好，那么这个是观光大使的部分。那至于后勤组呢、行政组呢，或是其他的组别呢，国家展览馆呢，我们就留在下一次好了。现在9点50分了嘛，对吧？我们10分钟给大家 Q&A 一下，这样子。有关 CMT 到目前的介绍 ，CMT 在干嘛？大家可以看到 ，CMT 如果要做这样事情，真的是做不完，超级有够多。那我们那个刚刚是有人讲话，人讲话是吗？好，那不然这样好，我们这时间点我们一样好大的一个碗哦。好，汪甫你先吃，然后我们大家现在试着来把镜头给打开，我们先来一个合影好了。
那就是合影完了之后，就是要做任何提问的话，可以利用这时间思考一下，想要提问什么。那待会也会有人留在线上的伙伴呢，我都会让大家就是可以有轮到一轮的机会，可以提问我们的，跟我们王府这边做交流啊哈。好，我刚刚很多名字是我不认识的，是不是报 IST 吗？或者是单纯好奇？好奇是吗？好吧，那不然这样好了，我们来简短提问一下。来，有报 IST 的举手，看一下有多少位。有几个人举手？4个，看到4个，还有吗？好，那 CMT 呢？ CMT 也一起举手好了。啊，是啊，有些伙伴应该是那个啦，是那个分团服务员吧。分团服务员哈 ，OK， 好哦，没有问题哦。那有报大陆营的举手，只要你有参与的，我们就举手，我们来看一下，好吧？我们来看一下。好，5、6、7，还有吗？还有没有还没举手的？好。还不错，我们线上现在目前看起来就大概有7位哈。好的，不管有报名没有报名哈，我想其实就是都可以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体验方式啊哈。就是你要现场，或者是你是要在会后就借由就是大家后续的分享，其实都是很好的。那好，我们大家就来先开个镜头好吗？我们这时间点，我们大家来一个合影，跟讲师合影哦，好哦。都开了吗？要开镜头的都开好了吗？好，有人笑得很开心哈，显然是还蛮满意这一场的，对不对？跟我一样非常满意。好，都有了吗？各位，都已经开好镜头了吗？能开的都开了吗？那好，给你们3秒，我准备要拍照了。等一下，发现这样子好像会反光。好 ，OK， 好，都在了吗？我先看一下哈。好，3、2、1，再给我一个机会，3、2、1 ，OK， 好。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